是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？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好了，终于打烊了，可以好好的喝2杯。来，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啊？需要特别的理由吗？就是要敬你一杯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。真的，恭喜你！之后会去度蜜月，有一阵子不能来了。那我们今晚不醉不归 ，Cheers！ 你是不是搞出人命才结婚的？怎么你们都这么说啊？在你们心中，我是这样的男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啊，很多王老五呢，在告别单身之前呢，有些彷徨，但毕竟呢，还是会有所期待的。但看你的样子嘛，一点都不期待，对吗？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，可是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别无选择。其实我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很明显的，自从你从英国回来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以前那个活泼开朗的大男孩已经不见了，现在啊，总是心事重重啊。人不都是会变的吗？哎，那倒不是啊。每次看到你跟米奇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活泼开朗大男孩又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想这么多了，毕竟结婚是一个人生大事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的厨房啊有特别的sushi，我现在去弄几道给你吃。等一下。我跟你说啊，女人呢是很容易应付的，不要想得太复杂。你要记住，老婆永远是对的，那就没问题啦，对吗？哎，干了！原来是你呀，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我找安生
谈一点公事。今晚不是 M&E 的同事跟他鉴别，你没接到通知？我刚好在公司需要处理一点事情，没跟他们一起去。其实有什么急事，你打个电话给他就行了。这么晚，你一个单身女子就这样子跑过来，还挺危险的。安生的手机刚好打不通，我才想到要来这里找他。啊，我替你打给他。不用了，不打扰你，我先走了。美琪，我跟安生很快就要回我沙巴的老家举办婚礼了。我知道，忘了祝福你，祝福你和安生幸福快乐。我们会的，谢谢你的祝福。美琪，阿福怎么样了？跟吴律师谈了，他说交给他办。交给我，保证没事。你别那么说，江老板。那您的事情呢，就是武家明的事，我一定马上处理好的。好。吴律师，警方怎么说？已经处理好了，这里没有我的事，我先走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谈一谈关于这案子的细节？改天吧，你刚刚也听到我有重要事情要处理的，我再跟你联络。美琪啊，我看这个吴律师的律师费应该是很贵，我担心。不用担心，律师费俊豪会承担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帮了俊豪这么多年，他现在帮你是应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和吴律师好好的沟通。其实我怎么了？阿福，你为什么要向警方撒谎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只会让案子更加的复杂？我不是故意想骗他们，可是当时的情况那么危急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身上的刀子拿出。而且我跟对方打斗的时候，一直记得他手上有刀子这件事，所以当我意识到刀在我手上，我很自然的就以为是属于对方的。警方问起的时候，我脑海里真的很乱，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真的没有想这么多，也不是有意要骗他们。阿福，你试着站在警方的角度想，如果你是他们，听了你刚才所说的那番话，你会相信吗？真的没有骗你。阿福，我相信你，我也知道你的为人。可是警方办案的时候靠的是证据，你所说的话跟他们手上的证据根本不符合，他们自然会怀疑你。再加上你身上携带的那把刀子，不是一般人的随身物品。你也说你长期的把它带在身上，却不知道它的存在。这整个说法真的很牵强。这我也明白，我一开始只是想为了保护自己，才会带把刀子。可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习惯，没有放在心上。习惯？你是保安人员，这份工作也不算是个高风险的工作，没有必要带把刀来保护自己。阿福，老实的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？怎么那么早就想我了？还是你改变主意来我这里上班啊？吴律师，江老板5分钟后会到。知道了。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。阿福已经正式被控误杀，我们一定要仔细研究案子，帮他洗脱罪名。我知道，但你相信我，如果我一有时间，就马上通知你过来的。但很不巧的，你刚刚也听到的，我的 client 要上来了。你手上其他的案子会比阿福的更急切吗？那倒没有，只不过我这个 client 的身家呢，在亚洲富豪榜是排在13名，
而你的前夫简君豪，我应该是说你的前家公只排在15名，所以真的抱歉。你会重视对方的身家多过于案子的重要性吗？这当然呢。当你同时遇到2个离婚的官司要打的话，你该怎么做决定？当然是以身家排行来做决定，简单又明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律师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渣啊？吴律师，江老板来了。下次你要上来，记得跟我的助理说一声，免得你白跑一趟 ，OK？ 江老板，你还有客人在，还是我下次再来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刚谈完，对吗？来，请坐。没时间接新的案子啊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雨琪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好啊。你真的确定我不是你亲生爸爸？这件事情，我希望可以告一个段落。我也不想再提起你和我妈之间的事。总之，我们之间就跟以前一样，上司和下属的关系。上司和下属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因为你妈的关系而给你特别的待遇的。接下来，我也会更加努力，让你和米莎对我更有信心。坦白说，其实我一直很看好你的。上一次的事还真令我担心，我们 M1会失去像你这么优秀的生力军。现在听你这么说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安生离职了，也是考验我的时候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很好，有没有兴趣接受一项挑战？什么挑战？当我的助理律师。好啊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从你身上学习。就这么决定，我叫 Maggie 把我手头上案子整理一份给你。好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我的，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。说吧。有个案子，我希望你能接。在等什么重要的电话？没什么。也是啦，工作都辞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你要放轻松，难得没有公事在身。其实还是有一些琐碎的事没有处理好。都说是琐碎的事了，这么大的事务所，难道都没有其他人可以处理吗？电话我帮你收着，下了飞机再还你。好好休息吧。老板，我先去拿行李。好。安格丽，哎，美琪，你来了。怎么了？昨晚睡不好啊，无精打采的。对咯，还不是跟你的老同学喝酒喝到3更半夜的。哎呀，人真的老了。
以前呢是千杯不醉，现在呢一喝啊就想睡。安克利，你是说昨晚安生一整夜在这里跟你喝酒？对啊，他说什么要结婚啦，要离开一阵子啦，那我就陪他喝几杯咯。没想到他越喝啊越起劲，他好像啊有什么心事似的，要把自己灌醉。他有没有告诉你些什么？讲了一大堆，我也想不起了。来一份铁板烧，不要蒜头。你终于记得了。这么多顾客，我怎么记得住？靠这个。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，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永远不向命运低头，每一个人都有捍卫自己生命的理由，只为一份爱曾拥有，相知相守。我不管是我，对不起，打扰了你。我觉得有些事情，我们需要弄清楚。你昨晚这样对我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过有些事情只能留在过去吗？自从你把我送给你的领带转送给中人，还把 Helen 介绍给我，你也跟我说，我们只能做好朋友。我已经打算把你给放下，可是你昨晚的举动真的让我觉得很乱。你都要结婚了，你凭什么留下这样的悬念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等你的答复，请你向我解释清楚。相信这段影片你们已经看过了很多次，那你们该非常的清楚，这根本就不符合自卫杀人的行为标准。以尤大福的行为来看，他手段凶残，毫无一丝犹豫。要不是基于他有保安人员的身份在身，我们也不会轻易将他的罪行定为误杀。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影片，你会发现，死者的刀落地的时候，我的当事人根本不清楚，他是觉得情况依然危险，他才会制服对方的。在危机的时候，我们会置对方于死地吗？视情况而定。好，就算危及生命，可是尤大富的第一刀已经让对方失去了攻击的能力，那他为什么要再补上另外3刀呢？温律师，我相信如果我的当事人愿意认罪的话，法官对他的刑罚会重新发落，你说是吗？按照以往的案例来看，一般是12到14年。如果他肯认罪的话，我们也跟法庭申请
把他的刑罚降为少于10年。10年？这样吧，我们会回去跟我们当事人商量一下，不打扰你了，谢谢你啊。别忘了等一下饭局。还好你提醒我，我真的忘了。See you later。不要迟到。艾文，真的没有别的选择？现阶段来说，的确是。那阿福一定要认罪吗？他后面补上那3刀，确实是没有必要。对方手里已经没有武器了，而且第1刀之后已经不构成任何威胁，所以阿福的行为很难被视为正当防卫。误杀和这位杀人界定只是一线之差，官司继续打下去，也未必能让他脱罪。但是如果他愿意认罪，反而可以得到法官的好感，对他从轻发落。可是阿福是因为职责所在，才会向死者下手。就因为这样，他需要背负起法律的责任。我真的替他觉得很不值。你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。那我举个例子，如果今天有个小偷手里拿着小刀，潜入人家家里偷东西，结果被持有枪械的屋主开枪打死了，而这个小偷偏偏是你认识的，甚至是你的亲人，你觉得自己还会不会为这个屋主说话呢？不如我们再回去看那段影片，说不定我们可以找出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最后那3刀是有必要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已经看到无数遍了，要找到，早就找到了。你也不要沮丧。哎，有没有听过 Alpha Plea？ 有，就是美国一宗1级命案，当时控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。可是被告坚定不认罪，可是他认同控方的证据，他知道再审下去一定会被判死刑，所以就以交易的方式逃过一死。所以在法庭内，并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存在很多的可能性。毕竟每个案子都需要一个了结，法官也不希望长期的审下去，劳民伤财。我明白，法律最大的作用就是要保证每一个人的权益，包括罪犯。我只是希望可以帮阿福找到一个可以免刑的方法。其实以他行为来看，控方是可以告他谋杀的，但现在他面对的只是误杀罪名。就像吴律师所说的，他们现在其实也在手下留情了。我会跟阿福谈一谈，看他有什么意见。记得把其中利害关系分析给他听。我会的。对了，你跟温律师认识很久了吗？我跟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Daddy， 妈咪喝茶。Daddy， 你还记得今年是多少周年纪念吗？48年了。48年了，他还记得？你怎么这么早就把妈咪追到手啊？这你要问他啊。哎，跟我开玩笑啊。不好意思，爸妈，我迟到了。到了就好。哎，都叫他们不要搞那么多事，她们2姐妹就是不听话。Ever 啦，你看你多不应该啊！今天是 Daddy 妈咪的结婚周年纪念，你迟到就算了，还要害我跟曼妮被他责怪。Daddy 啊，你是不是太偏心了？是我们找到了，你就不要怪艾文啦。对呀，这个时间到处都塞车，要不是我特地找一个离我 office 近的餐厅，可能迟到的就是我了。你们是怎么啦？你们1个2个都站在他那一边帮他说话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温家大小姐啊最难伺候哦。Daddy， 艾文能够准时到啊，已经很难得了。以前你们 Daddy 啊，一工作起来，经常都是24个小时不见人影的。现在不是好了，他已经答应你要提早退休了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跟他发多少次脾气啊，他才肯就范的。哎，现在是要庆祝结婚周年呢，还是要兴师问罪啊？好了，那就叫 Captain 上菜吧。我来。还是我来吧，免得大家又说我欺负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姐夫，那个汤美琪怎么会到你那边上班呢？是通过我旗下的律师介绍的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见过几次面，可是上次呢，他是我被告的证人之一。听说之前还跟富2代老公闹离婚。我原本还以为他会用赡养费来度过余生，怎么知道去当了律师，还在你那边上班。他很有潜力，没当律师
就可惜了。什么？你们在说谁呀？没什么，我跟曼宁对上了，最近在处理同一个案子。哦，你们两个处理同一个案子，那不是有冲突喽？是啊，所以为了避嫌，我想暂时搬出去。什么？搬出去？你怎么不早点跟我商量？我不是很早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跟曼宁迟早会对上，到时就会利益冲突。等关系一了结，我就马上搬回来。玉珊啊，那你就暂时和 Ever 搬出去住吧。不用啦，搬来搬去太麻烦了，而且我又不知道他搬到怎么样的地方去。是啊，我看你还是留在爸妈身边吧。好了，别老是撩我了。爸妈，我以茶代酒，我祝福你们永远健康幸福，白头偕老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都健康，大家都幸福啊！米莎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我再看一下案例做参考。是尤大福的案子吗？是啊。你应该还没吃饭吧？还没有。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就不用照顾身体。把东西收拾好，到楼下大门等我，我去开车。去哪里啊？这个时候当然是去吃饭啊，难道上庭吗？我和你有问题吗？别让我等太久。怎么，跟我在一起很不自在吗？不会啊。是不是之前我逼你离职，所以你现在还是对我有一点点的不满？我知道你当时有苦衷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任何一个人。其实我这个人并不难相处，当然我对自己的属下会有一点的要求，赏罚分明。如果你有能力，我自然就会器重你。这么晚了还待在公司，怎么不回家？家里有人烦你？正好相反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你不是跟你妈同住的吗？自从上次学生自杀事件之后，我妈就已经离开了，我到现在没有办法联络到她。你女儿呢？她住在寄宿学校，每个月只回来1-2次。那现在你更要好好的享受生活。孤零零一个人，有什么好享受的？一个人生活多自由自在，况且你还年轻，又是专业人士，这样子也长得不错。如果你尝试放开，我相信多姿多彩的生活自然会在你面前。那你呢？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家？家里也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有些人注定是不适合拥有一个家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不尝试怎么知道不适合你啊？你自己应该也体会过了吧？对我来说，要维系一个家，比打一场官司更难。我自问没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我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取悦另一半，取悦我自己一个就够了。我是经历一段不开心的婚姻，不过我仍然相信，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这一番话有没有跟安生说过？应该是没有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他的消息？没有。为什么不主动找他？我有联络他，不过他没有回复，应该是忙着筹备自己的婚礼吧。一个女人等着一个正在筹备婚礼的男人主动打电话给自己，你说有可能吗？其实，在来这里之前，我一直都不敢肯定你对安生的心意。结果你现在的表现 ，sorry， 我喝多了。是不是签了名就不需要坐牢？这点我不能保证，但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帮你争取最低刑罚。
以目前的形势，这么做对你最有利了。阿福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为你打这场官司。不是我不相信你们，我需要多一点时间。老婆，这次再帮我做个决定吧。今晚一定要托梦告诉我，让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他以前很啰嗦的，家里的大小事都是他做主，整天唠唠叨叨的交代这个，吩咐那个。虽然有时我觉得他有点烦，但是每次又有什么事做不了决定，我还是第一个想问他的。阿福，我知道要你认罪不是很公平，但是如果官司打下去，我们不能确保有更好的结果。我没有怪你，要怪只怪自己。要不是那个小孩，我就不会那么冲动了。小孩？是的，小孩就在匪徒的附近，我怕他被伤害，所以就跟他起冲突了。你是说当场还有小孩？我们已经重复看了好几遍，影片里面出现的只有2个人，根本没有所谓的小孩啊。我相信阿福所说的话。我在想，我们看不到孩子所站的位置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所站的位置刚好在监视器的死角。我明白你的用意，如果可以证明尤大福是为了保护小孩而杀了匪徒，胜算就可以提高。可是现在口说无凭，法官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在找借口脱罪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位小孩出庭作证。问题是我们现在毫无头绪，根本不知道那小孩长成什么样子，是什么身份。就算是海底捞针，我也不想放弃。请问3月16号，你有没有在场目击那起命案？有。那当时你有没有看到一名6、7岁的小男孩？没有注意到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样了？讯息实在太少了，我们只知道他大概是个6、7岁的小孩，其他的一概都不知道，就连他的样子、他穿的衣服的服饰也不清楚。我们要指望路人提供一些有用的消息啊，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找不到那位小孩，没关系，只要能找到当场的目击者，可以证明当时的小孩受到威胁，那就足够了。我没你那么乐观啊。如果我们找到一些很热心的路人上庭乱说一通的话，那我们不是更麻烦？上去继续找。前面的人潮也不多啊，我看也问不到什么东西吧。不如，啊，米奇，怎么了？我看到我妈。啊，你妈在哪？过去那边看看吧。算了，我们继续找目击者吧。最近天气不是很好，要照顾身体，知道吗？还有要准时吃饭，准时睡觉，准时给妈咪打电话报告。知道就好。妈咪，外婆在家吗？她很久都没打电话给我了，我电话也打不通，简讯她又没回复。他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外婆去旅行，等她回来，我叫她打给你好吗？哦，记得告诉她奥利很想念她。好了，快去睡吧。妈咪晚安。嗯。太太，马姐，我特地来找你的，进来再说吧。
其实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先坐下。你记得吗？那天你来到家里，难道你没发现老板的精神很差吗？他告诉我是因为工作压力，所以我没有太在意。哎呀，美琪，你跟老板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他这个人什么时候会为了公事而睡不着的呢？我跟你说，自从那个女人搬进来过后，老板的脾气就变成很古怪，时好时坏，精神也越来越差。唉，有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一整天都没有出来，甚至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回公司上班了。他平时都待不住的，会不会是因为 Ella 怀孕，他觉得很大的压力啊？问题不是出在老板身上，而是那个女人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啊？我老实告诉你，前几天我无意间看见那个女人在老板的补品里面下药。什么？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每天都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说是补品，但是乌漆麻黑的，我怎么看都不像。更奇怪的是，她总是坚持要自己亲自拿给老板喝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真的对老板好，或者找机会去讨好老板。但是后来我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我暗中去观察她，结果真的给我看到她偷偷在老板的补品里面下药啊！所以你怀疑俊浩会这样，是因为 Ella 下药？是啊，他这个人啊，平时刁蛮任性，我也就算了，但是他现在让我想起来都心寒了，都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居心。我只是担心再这样下去，老板迟早会给他害死的。太太，你真的要去看看老板？我会的。法官大人，在场的各位，今天本案最大的疑点在于，被告尤大福究竟是自卫杀人还是误杀？所谓的自卫杀人，也就是自己或是其他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下，必须借由结束对方的生命来化解危机，而做出了防卫动作，这是完全被动的。反之，误杀则是因为个人的疏忽、失控、防卫过当而导致对方致死。也就是说，当事人需要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，那才被称之为正当的防卫行为。本案的被告尤大福，身为保安人员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，他奋不顾身地保护商场内人群的安全，本应受到赞赏。很可惜的是，在尤大福致死本案的受害者钱进财的过程中，我们却发现，本案的被告尤大福已经逾越了正当的防卫界限。在接下来审讯过程中，控方将以确凿的证据证明，被告尤大福并非自卫杀人，而是误杀。毫无疑问，我的当事人尤大福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保安人员，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岗位，也就是维护商场的秩序，确保商场内的财物和顾客们的安全。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普通人，他的学历不高，法律知识有限。试问，一个普通人在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他是否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判断？这一点，我相当怀疑。杀人讲究动机，但是我的当事人根本不认识死者，跟他毫无恩怨，对他标上误杀罪名，未免太苛刻了。刚才控方律师以受害者来形容一个手拿着刀在商场内犯案，随时都可以造成人命伤亡的匪徒。我想提醒的一点就是，如果当事人没有做出正当的防卫，也许今天所谓的受害者就是我的当事人尤大福先生了。唐先生，请你回忆一下，本年3月16日下午12点左右，你在盛明广场见到了什么？当时我看到有一个男人拿着刀子跑过，有一个保安人员在后面追，过后那保安人员就把那持刀男子抓着，两个人便打了起来，打着打着，那把刀就掉到地上。那在整个搏斗的过程中，你一共见到多少把刀子？一开始只有死者那一把，后来刀子掉到地上后，保安人员就从腰间拔出另外一把刀子。你是否确定
保安人员是在死者的刀子落地之后，他才拔出自己的刀子的。确定，那保安人员一拔刀就往死者的胸口插下去，然后流了好多血。那你认为，当时死者是不是还有继续攻击的能力？他看起来伤得很重，确实没有攻击的能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名保安是不是没有必要再继续攻击死者了？确实没有再下这么重的手的必要。那他当时有没有及时停止攻击性的动作？没有，他还继续的用刀子往对方的胸口连续插了好几刀。谢谢你，法官大人，我没有问题了。唐先生，请问事发当时，你所站的位置距离案发地点，也就是我的当事人跟死者搏斗的位置，有多远？当时我在店里面，距离大概10米左右吧。也就是说，你所站的位置跟搏斗地点有点距离，你感觉完全安全，所以你是选择站在原地观看整个过程，对吧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有一段距离，但是发生这种情况，难道你不害怕吗？你不担心他们打着打着会波及到你吗？其实有一点的。那很正常。刚刚证人你说我的当事人没有必要再下重手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？因为当时对方的刀子已经掉到地上，而且受伤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我的当事人当时已经脱险了，换句话说，他已经安全了，对吧？对。那我很好奇，既然你都认为没有危机了，为什么你还选择在一旁观看，而不上前去帮忙呢？那万一对方是一个疯子，身上有其他武器，我不是很危险？非常合理的分析，谢谢你。艾文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在法庭上的表现让我上了一堂很宝贵的一课，尤其是你在审问证人的时候，3两下就让他说出了漏洞。其实这也不算什么，每个人都会有盲点，只是在于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而已。只要你懂得换位思考，站在被告、证人，甚至是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第三者的位置去看同一件事，自然会得到不同的结论。看来我在你身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的。我也是很乐意跟你分享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不嫌我霸占你的私人时间，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，边吃边讨论。我真的很想，不过我已经约了人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。来日方长，我随时欢迎你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看到你给我老公发的短讯，他不会来了。有什么事交代我就行。是有关我和君豪女儿的事，不方便跟你说。心虚啊？为什么心虚？我警告你，君豪现在是我老公，我不喜欢其他女人跟他走得太近，尤其是你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老公每次看到你都觉得很烦，你还是少出现在他面前比较好。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我和你好像对换角色了，你需要天天担心你那爱拈花惹草的老公，而我现在没有这样的顾虑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和君豪已经分开，但他还是我孩子的父亲。如果我知道有谁想要伤害他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
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，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